他是综合格斗最狂的男人，对手的眼中钉，观众的肉中刺。出道多年却树敌无数，这是他的比赛风格，这是他的庆祝方式。那些年他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几乎每一场比赛他都会不留余地的把嚣张和傲慢表现到极致。但是在击倒对手之后，他也会及时收起空中的拳头，绝对不会再多打一拳。他既像一个招人憎恨的狂徒，又像一个恪守原则的武者，难以揣测，又让人肃然起敬。或许天才和疯子之间，往往就是那一线之隔。正是这诡辩多义的性格，也让他背负着不同的标签。人们经常会分不清挑衅对手的佩奇和拒绝补刀的佩奇，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佩奇。在前面2期节目中，我们分别介绍了拳击狂人哈梅德和泰拳一代宗师单猜，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回到综合格斗，通过前所未有的10场比赛来了解综合格斗的真正狂人毒液迈克尔佩奇。关于佩奇的成长经历，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翻看。第一场比赛，佩奇对战乔治。注意，这绝对不是动画片，而是一场成人的格斗比赛。对手全名杰斐逊·乔治。此战发生于2012年，也是一场铁笼内的踢拳比赛。首回合刚开始，对手打出了一招360度龙卷风踢，佩奇在排除危险之后，快速突进，打出了万兔连击。很显然，对手是一位腿法高手。佩奇在神龙摆尾的同时，对手快准狠的低扫踢，直接让佩奇失去了重心。天生要强的佩奇站起来后二话没说，用转身后摆试探着对手，但不巧的是，这一腿被对手逮了正着。对手刚准备发动反攻，佩奇却用腿长的优势，一个大跨栏快速远离战场。这就是佩奇的优势，不仅有着嫩模般的超长大腿，手臂的长度也是碾压对手。看似双手下垂像是摆烂，但就在对手出拳的一刹那，他的手臂却枪似游龙。明明是对手先发起进攻，可结果却是佩奇的拳头抢先命中，而对手的拳头只差那该死的2-3公分。这就要后发制人，以攻为守。接下来佩奇越打越顺，每次出击犹如灵蛇般精准。无论眼前的对手发出什么惊涛骇浪的进攻，他的双手始终保持下垂，只凭借身体的移动就能化解对手的所有进攻。比赛来到第2回合，对手犹如击剑般的腿法，犹如一把尖刀划破了长空。一旦不小心被击中，大多人都会当场倒下，但这一腿却伴随着佩奇的撤步，擦着头皮遗憾落空。接下来，这只灵蛇再次出动，只需1秒抵达战场，连锤带打外加高扫。然而对手也绝非吃素，扛下所有伤害之后，朝着佩奇发起了绝地反攻。The man who was connecting is Michael Page with Jefferson George. It's so much of a walk in the park as we go to the second. I think it's rocked with over the top. 伴随着 MVP 的应援声，佩奇也将完成最后的斩杀。只见佩奇摆动着双臂，当对手沉寂在舞蹈之后，佩奇快速上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出了终结对手的双拳连击。这就要出其不意，对手还没来得及防守，就提前一步倒头大睡，就连做梦都是佩奇跳舞的样子。继续来到第2场比赛，这是佩奇在综合格斗职业生涯的首场试水赛，打过踢拳，打过跆拳道，但是进军到综合格斗就是对武器库的全面升级，既是一次跨越，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比赛开始，对手又吃定佩奇不善摔法，但是下一秒却被扔到了一边。佩奇进攻挥拳，对手还是强行抱摔，但一波较量过后，佩奇这边却不落下风。小试牛刀的佩奇像一棵海草随风飘摇，迷惑对手的同时打出了后手拳重击。对手被击中后慌不择路，只有快速贴身缠抱才能避免佩奇的再次进攻。此时佩奇已经彻底打嗨，身体也进入到最放松的状态，面对若即若离的距离感，对手却陷入到进退两难。这就是佩奇翩翩起舞，甚至是挑衅对手的终极目的。对手再次启动抱摔，可即便是铺满了全场，却还是未伤到佩奇分毫。当对手爬起来后，已经失去了该有的斗志。佩奇360度的原地飞升，用一招龙卷风踢直接爆头，甚至在对手步履蹒跚时，他都懒得去补刀追杀，而是淡定的目视前方，等待对手倒下的那一刻。
这是对武德的体现，更是对腿法的绝对自信。佩奇这华丽无比的腿法也踢开了职业生涯的大门。如果说装逼也能打分，那佩奇的这一波操作完全称得上 S 级。Corner, the London shoot fighter screaming at Antonio Taylor seriously, and there's a spinning kick. That is unbelievable. 第3场比赛，佩奇对战瑞安桑德斯，这是佩奇在 Bellator 的首秀，也是他职业生涯最爽快的一次 KO。甚至当晚的现场观众手机还没有掏出来，佩奇就按下了结束的按钮。比赛开始，双方碰拳，对手想用低扫问候，却无法跟上佩奇的脚步。佩奇拳命中后快速撤离，对手也渐渐地掉入到佩奇的节奏。只见他再次上步低段扫踢，但头部的防守几乎为零。佩奇吃下这一腿，却换来了进攻的机会。快速的双拳连击精准命中，对手只能抱着脑袋输掉了比赛。这一战，佩奇只用了10秒钟，仅仅出了3拳就轻松拿下。同样是步入擂台的新人，却有着天壤地别的一段差距。或许有人会好奇，佩奇的战力无话可说，那他的地面柔术究竟如何？或许看完这场比赛，你的心里就会有答案。第4场比赛，佩奇对战拉姆丹。比赛刚刚开始，无比暴躁的小佩奇就像个身手敏捷的刺客，朝着对手发起了刺杀行动。此战的对手拉姆丹深知佩奇的战力功底，所以当佩奇再次进攻时，拉姆丹快速弯腰准备抱摔，佩奇却在第一时间压低了身体的重心，并把身体的重量给到了对手。双方从铁笼中心一路摔到了铁笼角落，拉姆丹动用了所有技巧，却始终无法轻松扳倒佩奇。大玩心理战术的佩奇甚至伸着脑袋拍着脸，主动要求对手朝这里打。对手刚准备动手，佩奇却按下了闪现按钮，气了对手也模仿佩奇，摊开了双手进行挑衅。愤怒是让人失去理智，甚至是判断力的一剂毒药。逐渐被愤怒侵袭的拉姆丹，也让无数次的挥拳在擂台上空打了飞机。接下来，占据优势的佩奇也决定让观众们见识一下自己的地面技术。上位的不断砸拳，让对手已经是鼻血横飞，甚至在逃脱的过程中主动暴露出背部的空当。佩奇一看，哦吼，此时不缴，待何时？于是乎，发动了职业生涯的首次降服。回到上面的话题，佩奇的地面降服技术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手，但是在比赛中的防摔处理完全可以应付一些突发状况。第5场比赛，佩奇对战瑞奇雷尼。这场比赛中的佩奇也把放风筝打法发挥到了极致，对手开局就是猛攻，但无奈他的步伐技不如人，甚至被佩奇一个急刹晃倒在地。可以看到，佩奇的移动就像是背后开了天眼，既不会撞到铁笼，又不会让对手轻易脱钩，在后退的过程中还能找准时机收网反击。更气人的还在后面，佩奇双手下垂，熟视无睹，甚至扭过了头不看对手，全凭意识和预判进行防守。这感觉就像当年的蜘蛛席尔瓦，那些年他双手下垂，不知道什么是对手，一步步瓦解雷尼的心态。雷尼在无数次的失手之后，也从开局的疯狂逐渐变得烦躁和焦灼，最终心如死灰，感到绝望。这就是佩奇要的结果。当雷尼心态崩溃时，佩奇看准时机，一拳毙敌。还是老规矩，对手倒地绝不补刀，但获胜后的庆祝环节也成了佩奇的装杯时间。第6场比赛，佩奇对战机械兽桑托斯。他是巴西的格斗老炮，不仅有着巴西柔术黑带傍身，还曾在多个不同赛事南征北战。他的前妻就是前 UFC 女子冠军机械婆。而此时的佩奇虽然凭借着独特的风格，已经在8角铁笼所向披靡，一口气打出了10场连胜的战绩，但要说到知名度，却远远配不上他的真正实力。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这一战不仅成为桑托斯永久的痛，也会让佩奇真正的扬名立万。比赛正式开打，佩奇踏着招牌步伐将机械兽逼到笼边后，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连击，接着左摇右摆晃动身体，用最风骚的舞步迷惑对手。机械兽始终保持警惕，佩奇刚想近身，机械兽用低扫踢拉开距离，随后佩奇的左手就像灵蛇般吐信，在空中假装佯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当机械兽满脸问号时，佩奇就快速上步，打出了干脆利落的左右连击。机械兽也在出拳落空之后，顺势切换到缠抱状态，但没料到佩奇却反客为主，借助惯性的力量把机械兽带到了地面。佩奇从不打没把握的仗，只见他快速起身回到了站立。经常看佩奇的比赛，你就会发现他的节奏，每次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会用假动作迷惑对手，在看准时机后打出致命一击。
这一次跳膝也让机械兽抓到了机会，在佩奇落地的同时，机械兽快速出招，单腿抱摔。当双方进入到地面之后，观众以为佩奇捏了把汗，这是来自8柔黑带的检验。可无论机械兽在上位如何的变换着进攻的角度，但都无法找到合适的机会。最终首回合的铃声响起，佩奇也终于走出了这片泥潭。跟着漂亮小姐姐，我们进入到第2回合。佩奇在测量完距离之后，立马脚踏祥云，原地跳起，一招2段飞踢，精准命中对手。而机械兽这边在等佩奇落地之后，忍着疼痛打出了反击。可以观察双方的距离，佩奇始终保持在1米之内，在这个安全范围内，他可以任性的挑衅对手。一旦察觉对手的肩膀晃动，他就以弹射的速度快速拉开距离进行防守。就在说话的功夫，佩奇再次发起了进攻，空中跳跃了高难度踢击，虽然没有命中机械兽，但却让比赛再次进入高潮。当第2回合快要结束时，佩奇伸着脑袋欺人太甚，机械兽忍无可忍，决定现在立刻马上放手一搏，但是这一次却让他坠入不尽深渊。机械兽动用全身力量打出了足以终结了重拳，但等待他的却是佩奇冰冷的膝锤，机械兽瞬间被放倒在地，疼得有多钻心暂且不说，我们分析一下佩奇的战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机械兽也会发动进攻，但佩奇全部用后退化解，逐渐让机械兽的思维固化，也掉进了佩奇的节奏，认为每一次进攻佩奇都会闪避后退，即使自己的拳头扑空，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佩奇这一次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这一战让机械兽的额头骨折，也因此退出了格斗擂台。佩奇残暴无比的飞膝也快速火遍了全球网络，佩奇也因此而一战成名。第7场比赛，佩奇对战大卫·里克尔斯，此战的对手也是位影帝，他比之前的对手更会整活。比赛刚一开始，他就穿着裙子扭着小腰搞笑登场，就算被佩奇一拳击中，也不忘对着佩奇口吐芬芳，甚至拍着自己的脑袋告诉佩奇快朝这里打。面对对手的嘲讽，佩奇却一改往日的调皮，反而是比以往更加严肃。虽然双方都处于极度放松，但在反应和精准度上却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对手每次主动进攻都被佩奇开闪现躲过，而当佩奇发动进攻时，每一次出拳对手也能用脸全部格挡。慢慢的，佩奇积攒了优势，也开始在对手面前发烧。佩奇逗狗式的挑衅也让对手心说好你个卤蛋。接下来佩奇指了指天空说快看流星，随后用那超长的手臂直直刺向了对手的心窝。接下来佩奇的身体快速旋转，令人羡慕的大长腿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弧线。尽管对手已经是鼻血四溅，但还是摇了摇手指表示这都不叫事儿。对手想要来个爱的踢掌，但佩奇却扎起了马步开始装叉，对手也竖起了中指礼貌问候。接下来对手主动进攻，佩奇预判了对手的预判，不躲不闪就是一记迎击，打出了本场比赛的第1次击倒。为了找回颜面，对手甚至来不及起身，就像个敢死队扑向了佩奇，但佩奇早有准备的右勾拳再次把对手打到了一边。对手快速爬起，准备再战。佩奇就这样冷冷看着他。此刻，佩奇的眼睛是杀人又放火，反复的捶打着对手的自尊。当比赛来到第2回合，双方都有意加快了节奏，对手想要借此逆天翻盘，佩奇想要趁此一击必杀。对手上前一步低段扫踢，佩奇不退反进，打出重击，全都像锋利的匕首削铁如泥。这一拳在对手的眉弓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佩奇也好心提醒对手，兄弟，眉弓都破了，别再玩了。但裁判看了一眼血流成河的对手，还是决定就此结束了比赛。第8场比赛，佩奇对战理查德·基利，这是佩奇的证明之战。就在此战之前，14场不败的嚣张佩奇，在和利马的比赛中意外爆冷，不仅被利马当场敲晕，还终结了他的连胜纪录。舆论的骂声也铺天盖地的袭来，这一败也让佩奇耿耿于怀。他也急需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绝非水货。或许是墙倒众人推，在赛前的对视环节，对手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轻蔑，也险些让这场比赛提前上演。而这位对手所在的训练馆，正是嘴炮康纳所在的 SBG。到了比赛的当天，对手却对佩奇的花招忌惮3分。
佩奇就像往常一样飘逸灵动，丝毫没有因为上一场的失利而在这场比赛中表现的蹑手蹑脚。当对手踢出低扫，佩奇敏锐的提前预判，左腿格挡的同时，右手重拳果断出击。果然，打出优势后的佩奇再次在对手面前搬出了杀人诛心的心理战术，主动伸着脑袋刺痛着对手的内心。对手在出拳挥空之后，气急败坏地伸出了中指。裁判看到以后叫停了比赛，并向对手发出了警告。他的比赛我看过很多，你如果不想自取其辱，最好乖乖的别给我惹事儿。还有你，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你要想在这里比赛，就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可如果仅凭口头警告就能让佩奇乖乖的听话，那这场比赛还有什么意思呢？双方的出拳落空之后，佩奇反应神速，改为半摔。当对手狼狈的倒地之后，这个佩奇又开始了才艺表演。对手在赛前建立起的自信，也跟着佩奇的节奏逐渐崩塌。佩奇那该死的压迫感，让对手退到笼边后退无可退。最终，对手和佩奇同时出招。对手在出拳的一瞬间，佩奇原地起跳，祭出飞膝，成功抓住时机，放倒了对手。佩奇也算是艺高人胆大，从不担心对手起死回生，而是自顾自地享受着胜利，绝不多打一拳，就是佩奇的基本原则。第9场比赛，佩奇对战梅利洛。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对手，在曾经的职业比赛当中打出了13胜4负的成绩，其中有8场是以重炮终结。经过上一场的轻松碾压，佩奇也找回了当年的状态，逐渐从失利的阴霾中走出。这一战的佩奇节奏更快，出拳更准，甚至完全没有给对手任何适应节奏的机会。Eén lijn blijven. Dat is voor MVP ieder jaar. Blijf iemand gewoon recht voor je staan. Ja, dat is het gewoon. Misschien gaat ze er zelf vertrouwen. Weet je gewoon als je die kooi instaat. 当首回合不到2分钟，对手突然起腿踢出了低段扫踢，但反应能力点满了佩奇早就看穿了对手的意图，他压上了身体的重量，打出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对手当场挺尸，佩奇单手指天，完全不需要多打一拳，这就是佩奇的绝对自信。摆 pose 的时间都不够，哪还有时间去补刀？够狂，够骚，够离谱，点到为止，以武服人。第10场比赛，佩奇对战安西信昌。这一战是在日本举办，当晚的比赛可以说是众星云集，不仅有菲多和狼人的暮年之战，还有铁人钱德勒的精彩表现。此战的安西信昌被称为日本雷神，摔跤手出身的安西曾是 UFC 的4中选手，生涯战绩11胜4负。目中无人的毒液佩奇能否在日本客场笑傲江湖？话不多说，进入比赛。首回合开始，佩奇用经验丈量着距离，并趁其不备打出前手刺拳。安西并没有打算坐以待毙，踏着小碎步向佩奇逼近，但佩奇却挂上了倒挡，向后撤退的同时猛踩刹车。随后他原地跳起，请君入瓮，一记跳跃飞膝直奔面门。经历了这台车祸的安西，在落地之后双手抱腿，唤醒了他身体里的摔跤手，也限制了佩奇的灵活移动。但是没僵持多久，佩奇就从缠斗中挣脱。回到站立的佩奇就像是鲨鱼回归了大海，迎击前点快速突袭。被逼急的安西发起了反击，佩奇再次故技重施，跳膝落地抱腿挣脱，双方仿佛又一次让历史重演。接下来佩奇脑洞大开，快速上步假装抱头撞膝，但就在落地的一瞬间，后手拳和前腿同时出击，把对手击退后再补一拳。这套出其不意的连招把距离感和协调性发挥到了极致。下一秒，安西再次近身，佩奇在闪躲之时还不忘请安西吃上一拳。我想，普通和高手的差距就是一位拳拳有料，而另一位却无可奈何吧。当首回合还剩90秒，安西的眉弓已经开裂，佩奇不动则已，动则雷霆万钧。只见他没有任何征兆，打出了简单粗暴的万兔连击。尽管安西已经双手护头，但佩奇的拳头却穿越了防区，打出了本场比赛的首次击倒。佩奇开始跳舞挑衅，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变成佩奇的个人表演。最终，当比赛来到第2回合，安西孤注一掷挥出重拳，佩奇快速计算距离，身体轻微后仰的同时，后手迎击拳也快速出动。安西冲击的惯性加上佩奇出拳的力量，这2股力量在空中碰撞，安西头栽倒，输掉了比赛。
and he'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 kid whose career is over. And it's all over, just like that. Oh, man. 在擂台的毒液佩奇就喜欢对手看不惯又打不过他的样子。虽然曾经的那场翻车让讨厌他的拳迷出了口恶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天赋凛然。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就是展现出最自信的状态，至少在这一点，佩奇做得很棒。他的狂傲和有些挑衅动作依然是拳迷口诛笔伐的对象，可是他击倒对手后从不补拳的态度，在宁可杀错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的战场，又何尝不是一种珍贵品质？或许在佩奇的心里，爱我或者恨我，那都是因为我是我。最近的3期节目，我们分别向大家介绍了拳击狂人哈梅德、泰拳大师单猜和综合格斗的佩奇。至此，狂人3部曲也暂且的告一段落。还没有观看的朋友，可以点击大视野头像观看。好了，关注格斗大视野，带你观看更多格斗视频。I'm the type of dude that will always be ageless. I'm the type of dude that will always feel